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第407题，它是一个难题，好 ，hard，它是 trapping rainwater 啊，2，那基本上它就是给一个 m 乘 n 的一个整数的2D 的一个阵列啊，所谓的 heap map。代表就是每一个 cell，它的一个高度，它一个高度，然后请你返回，这个它可以收集的那个体积，在呢下雨之后，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这边它的例题一，它就画出一个立体的一个形状。我们大致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看它的一个例题。首先呢，它这边的例题一呢，它这边所给的一个阵列基本上我们这边稍微把它调整这样其实蛮好看的。那其实我们这边呢，我们当然是考虑的就是说我们的4个边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加到所谓的一个 boundary 的一个容器。好，那我们在这个 boundary 容器当中呢，我们当然去找最小的值。好，那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个 minimum heap 去存放。所以在这边是1，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它目前来讲目前来说，它这边的话，它当然它这个是它的所谓的一个Johnson cell。Johnson cell 在这边的值是3，3当然是大于1嘛，它目前的水平面water level 是1，好，那所以它没办法存，它没办法存水。好，那我们再透过这样 boundary 一再的往下加，那我们现在所以它的那个 water level 呢，那当然是这到这里的话，我们看这边这个已经用掉了，所以这边这个已经用掉了。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剩下的也就剩下这2个地方，所以这时候我们的 current height 是1，那基本上呢，它因为它的water level 是3，所以3减1就变成2，加2。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cell， 它的高度 current height 是2，那 water level 不变是3，3减2是1，然后加1，所以2加1变成3，那最后当然就剩下的是这一个，所以是2，然后water level 不变，3减2是1再加1，所以它的答案这一题的答案是4。我们可以看这个例题1。好，接下来我们看例题2。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例题2例题2的话，它其实就更容易了我们这样说，它的4个边的高度都是3，所以在这里的 water level 它都不变，都是3。那基本上在一圈这边2的部分，它可以存放的每一格都是1。所以这边全部都加1，那在中间1的地方呢，当然就变成3减1等于2所以总共加起来是10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解答的一个方式。好，
好，解答部分呢，我们这先呈现是先用 Python 啊 ，Python 的部分。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用一个tuple 啊，简单的一个 tuple 啊，那这5个元素，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部分这个是会特别是你在考虑它的 adjacent cell 的时候你这边实际上就可以把它的上下左右的4个 adjacent cell 都把它表达出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方式。那 M 跟 N 分别就代表它的 height 这边它的一个长度这边来讲应该是它的 row， 这是它的 column 的个数那比较特殊的情况当然就是说 M 小于等于2或者 N 小于等于2，这个时候当然就不可能存放任何的雨水，这个时候答案当然是0。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先用一个 boundary。好 ，boundary 我们这边呢一开始是一个空的 list， 空的清单。那所以原则上它有4个边嘛，所以我们基本上透过2个 for 回圈，那第一个部分当然 i 的话，它的变动可以从0到 n-1。那第二个变动，因为它在4角部分我们不需要再重复，所以就是 j 的部分去做变动，它的变动的方式是1到n-2的部分。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还需要去标示它是走访过的。走访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利用它这个原先的2D 的 list， 我们就将它那个值就直接标示为-1这边就代表是它走访过了。对子题。好，然后我们再将这个 list 呢，我们再把它转换成为 minimum heap在 Python 来讲，它的heapify 它的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minimum heap 所以我们将 boundary 将它转换成 heap， 然后我们这里的 ANS 跟我们的 water level 是我们2个比较重要的变数初值我们都设为0。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while 回圈。好 ，while 回圈呢，因为我们丢进去其实是一个 tuple， 所以原则上它有3个参数。第一个值当然就是它目前的高度height， 另外一个就是 i 它的 index， 另外一个 j 也是它 index 的值。那我们所以一开始当然就先取得这3项的值，然后我们去计算目前的所谓的 water level water level 的值当然是跟之前的water level 取 maximum。好，接下来我们就考虑它的 adjacent cell 的部分。所以每一个 cell 它最多就是4个 adjacent cell， 所以根据它不同的方向我们透过 dir 这样一个 tuple， 这边呢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4个方向都可以表示出来。那我们当然先考虑它是不是会跑出这个边界跑出去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去考虑。或者呢，它已经走访过了这时候我们就进行下一次迭代就用 continue 的方式，然后我们再取得这个 adjacent cell 它的 current height那这个 current height 呢，它是不是小于 water level 如果是小于 water level， 我们当然就可以再加等于我们的 water level 扣掉目前的 current height 就可以这个 cell 部分就可以存水。那当然不要忘记你要把它标示为visibility
然后再将我们 current height I0 J0 啊这样一个 tuple 呢，我们再把它 push 到我们的 boundary 里面啊。那最后的答案就是我们的 ANS。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LeetCode 的部分呢，我们先看一下 Python 3的部分啊，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这里面我们另外再多加了2个 test case， 好，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然后再 submit。好，基本上它的情况其实也都还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 C++ 的一个情形。C++ 的情况，我们的写法稍微比较考虑优化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容器里面呢，我们会用所谓的 pack 啊，就像这个 hij 啊，将它压缩为一个无号的一个整数啊，那你有要 pack， 当然叫 unpack。好，那里面的逻辑跟刚刚 Python 也是类似的，所以前面我们当然是透过2个回圈，将这4个边都将它加到 boundary 里面。好，那当然也要设定它是 visited。然后呢，在 C++我们当然可以透过所谓的 make heap 啊这样一个方式呢，将它转换成为 heap， 但是这边你就要使用greater 这样一个 order 啊。那在我们的 while loop 里面啊，这边当然我们如果你要做 pub 的动作啊，当然就指令稍微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这边的 part heap 啊 greater， 然后我们就 info 呢就取得它的 boundary 在最后的值，然后这个时候你当然再把它那个值将最后那个值再把它 pop 出来。那我们取到的 info 当然你要把它 unpack。好，那在这里我们再针对它再取目前的 water level 的值，下面呢当然也就是针对它的 adjacent cell 呢去做一些动作。那我们取得这个 adjacent cell 它的 current height， 那它如果是小于 water level 的话，我们就在 ANS 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加 water level 减掉 current height 的值。那我们这边多了一行，好，多了一行，我们就可以看目前的这4个 case 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前面2个我们刚刚其实都已经讲过，那我们再看第3个 case。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它最后答案是14啊，透过这样的方式。那第4个 case 它比较多啊，因为它的 cell 个数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看它当中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